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传奇基金经理人盖伊斯皮尔的故事。他本来的人生剧本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要学巴菲特那样，把财富一路滚到90岁。但是，一纸诊断书却逼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终极问题：当你人生的长期突然不见了，那什么才算是真正值得你投入一切，而且永不贬值的投资？盖伊斯比尔，他最初的人生蓝图可以说是非常清晰，就是效法他的偶像华伦巴菲特，让手上的数亿美金安安静静的透过复利，一直增长到他90几岁。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关于耐心和长期主义的经典剧本，也是很多投资人梦寐以求的完美道路，对吧？但人生最怕的就是这个但是。如果长期这个概念突然之间从你的人生字典里被删掉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最核心的转折点，也是一个足以颠覆所有计划的震撼问题。好的，那在命运给他开这个大玩笑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盖伊斯皮尔这个人。他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位才华洋溢、正处于事业巅峰的投资界传奇。你看他的崛起之路，根本就是教科书等级的，牛津、哈佛毕业，学霸背景。1997年创立自己的基金，而且绩效长期都跑赢大盘。更厉害的是，2008年他花大钱标下跟巴菲特的慈善午餐，后来还写了一本畅销书。可以说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稳，也奠定了他价值投资大师的地位。来，我们看看这个数字。$65.100，你没听错，这就是斯皮尔当年为了一顿午餐付出的价钱，这在当时可是天价。但这不只是为了出名，这更证明了他为了向偶像学习那种不计代价的决心。这笔钱也让他一战成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他花了半辈子精心打造起来的财富帝国，一个看似坚不可摧毁的完美人生，却因为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瞬间面临崩塌的危机。你看这张图，左边是他规划了一辈子的财富复利蓝图，目标是90岁以上，但右边是现实给他的冷酷判决，生命只剩下12到18个月。这一切都源于2024年底，他被确诊罹患了一种非常棘手的脑瘤。什么是胶质母细胞瘤，也就是 GBM 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侵略性极强的第4级脑瘤，病程发展得非常快，平均的预期寿命也极短。这就等于是说，斯皮尔人生的终点线就这样被硬生生的突然地拉到了眼前。那你想想看，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斯皮尔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他关闭了自己经营长达28年的基金，并且把所有的资金都还给了投资人，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再也没有办法为别人的长期财富去负责任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也逼得斯皮尔不得不进行一次非常深刻的自我审视。他不只思考未来，更回头去质疑自己过去花了这么多心力投入的这场投资游戏到底意义是什么？他开始严厉地批判自己，过去太专注在所谓的短半衰期知识。什么意思呢？就像是去钻研财报的细节啊，矿业的成本曲线啊，这些资讯其实价值衰退得非常快，可能下一季就过世了。他这才体悟到自己花了半辈子研究这些，但最终却没办法转化成深刻的生命智慧，这根本是一场巨大的浪费。同时，斯皮尔也把他敏锐的洞察力从自身转向了外部的体制。他发现了一个很悲剧性的市场失灵，还给了他一个很传神的比喻，叫做浴缸模型。这个模型很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像他得的这种罕见疾病，药物研发会这么困难。你想哦，就像一个浴缸，新确诊的病人很少，水龙头进水很慢，但病人过世的很快，排水孔又开得很大。结果就是这个浴缸里的水永远都装不满，
根本没办法形成足够的市场规模，让药厂愿意砸大钱去研发。这也让无数的患者就这样被困在这个绝望的死胡同里。所以，面对个人的绝望跟整个体制的绝望，他该怎么办？是两手一摊放弃吗？不，他选择了行动。他决定要来做一次终极的资本配置，把他剩下最宝贵的资产，不是钱，而是他的影响力、他的人脉，也就是他的社会资本，全部投入到一个新的任务上，为未来的罕病患者把那个浴缸给注满。在他这个深刻转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大、古老的哲学在指引着他。它来自一个希伯来文的词汇，叫做 Hineni。这句话就是他转变的核心。Hineni 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它代表的是你愿意放下自己原本写好的完美剧本，然后毫无怨言地接下命运递给你的新乐谱，并且尽全力把它演奏好。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全然接纳，也是在现实中采取行动的坚定承诺。好了，听了这么多盖伊斯比尔的故事，那这跟我们自己的理财，跟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可以把斯皮尔带给我们的体悟，浓缩成一个非常实用的3步骤蓝图，来重新规划我们的人生与财富。首先，第一步，把你的财务给系统化。你可以运用像是获利优先这样的自动化管理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习惯的收入减支出等于储蓄，把它倒过来，变成收入一进来，先减去储蓄，剩下的才是支出。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你从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金钱焦虑中解放出来，把宝贵的脑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第二步，重新定义你眼中的资产。把你的焦点从那些价值会迅速折旧的东西，像是追高的股票啦、名牌包了，转移到那些价值会随着时间增长的事物上。这些才是常伴衰期资产，比如稳健的大盘指数，你不断精进的专业技能，还有你用心经营的深厚人际关系。第三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透过保险和紧急预备金建立起你的财务堡垒。这就像是你的安全网，有了这个堡垒，当生命中那些不可预测的风暴来临时，你才不会手忙脚乱，你才有底气、有尊严的去应对，去说出那句 Hineni， 我在这里。所以说到底，斯皮尔的故事其实是重新定义了价值投资的真正意义。它不再只是在股票市场里找便宜的好公司，而是在我们这短暂又无常的生命中，找到那个最值得你全心全意投入，而且价值永不贬值的核心信念。最后，我们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远超越了任何一张财务报表。在你的人生中，那项永不贬值的投资究竟会是什么呢？